2023年8月30日上午10点46分，一名小男孩出现在了邻居的门口。他骨瘦如柴，没有穿鞋子，只穿着袜子，用颤抖的手按下了门铃。房主打开门之后呢，男孩向房主求救，想让房主帮忙报警。Hi, I was just wondering if you could do 2 favors. Well, what are they? Taking me to the nearest police station. 房主看到男孩非常的瘦弱衣服破烂，而且还有伤，让男孩坐在那里。了解完情况之后呢，他马上报警。报警的时候，这名男子甚至有一些激动。911, the address of your emergency. Okay, and the phone number you're calling from. Tell me exactly what's happened. I just had a 12-year-old boy show up here at my front door asking for help. And he's said he just came from a neighbor's house, and we know there's been problems at this neighbor's house. He's emaciated, he's got tape around his legs, he's hungry, and he's thirsty. Okay. Okay. But he has duct tape around each ankle. He's been detained. He's obviously covered in wounds. 11点01分，警察和急救人员赶到了现场，发现男孩严重的营养不良，手腕和脚腕都有伤，而且呢还用胶带和保鲜膜包着。一名女性的救护人员看到了男孩的情况之后当场就流泪哭了。警方开始询问男孩，男孩用非常虚弱的声音说自己被囚禁在附近的一栋房子里，那是他母亲的商业合作伙伴乔迪的家里。男孩说他还有一个妹妹也被囚禁在那里，他有1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妹妹了。警察马上前往那个住宅查看情况，开大门呢也可以看出这家是挺有钱的。乔迪打开了门，他正在给自己的律师打电话。 Jody?Can you just step out? I have my attorney. That's great. Step out of the house. No, I'm not going to step out of the Step out of the house. house. Step out of the house. Whoa. We're just gonna see Whoa, if they're whoa, off. whoa. They're gonna be off. Wait a minute, how do you come to my house? 警方进入之后，马上开始了搜查。很快呢，在一个壁橱里找到了同样瘦弱的一名小女孩，她呢就是那名男孩的妹妹。Hey, you okay? Is it just you in here? I'm Sergeant Tobler. What's your name?女孩很害怕，盘腿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离开。在救护人员的不停劝说之下，几个小时之后，女孩才从那个壁橱里走了出来，被送往了急救医院。警方搜查了整个房屋，找到了手铐、绳子。在绳子的旁边呢，还有一碗红色的东西，是辣椒和蜂蜜的混合物，而这些带有辣椒的混合物是用来涂抹在孩子的伤口上的，然后呢，再用保鲜膜和胶带包在外面。警方还找到了一些日记和绑孩子的胶带，在那些日记里面呢，记录了虐待孩子的种种过程，而这些日记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孩子的亲生母亲。而这位母亲在美国是非常的出名她是一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网红好妈妈。更让人无语的是呢，这位母亲自称是育儿专家，在网络上教别人如何养育子女。这个案件曝光之后呢，震动了整个美国。这位母亲的名字叫做卢比。2000年，18岁的卢比和凯文结婚了，在犹他州的斯普林维尔生活。这是一个以摩门教为主的小城，摩门教倡导以家庭为中心，而这个家庭也是信奉摩门教的。2015年，卢比和凯文一起创建了一个油管频道，名字叫8名乘客。顾名思义呢，就是记录他们一家8口人的日常生活。这8名成员分别是妈妈卢比和爸爸凯文，还有他的6个可爱的孩子。他们的视频都非常的轻松自然，卢比在镜头前给人一种勤劳正直的全职妈妈的形象，再加上这6名可爱的孩子的大家庭非常的热闹，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粉丝数也是快速的增长。仅仅2年的时间，粉丝就达到了100万。卢比呢还经常发布带孩子们去旅行、庆祝节日等等这些视频都非常受欢迎。视频当中的孩子们快乐的成长、和谐的家庭氛围，让观看的人们也被感染到。卢比的这个频道的粉丝数呢，也很快的达到了200万，在2020年达到了顶峰，粉丝数达到了230万。随着频道越来越好，也得到了广告商的赞助，他们获得了很多免费的礼品和免费旅行，而且呢还赚到了钱。卢比曾经透露仅靠这些赞助商的支持，在很短时间内频道就赚了100万的美金。
赚钱本来是好事情啊，但是赚大钱之后呢，家里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卢比就成为了家庭的一家之主，丈夫呢就退居幕后，丈夫和孩子们必须去配合卢比的所有计划，所有人就必须听从卢比的指挥。家里的大女儿莎莉成年之后21岁的时候呢，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妈妈的房子》，里面描写了她童年时被虐待的经过。根据书里的说法呢，卢比开通8名乘客的时候啊，莎莉只有11岁。为了拍摄效果，妈妈卢比啊将家里的所有的灯全部都换成大功率的灯，就像舞台剧里的灯一样，那样的刺眼。妈妈还非常的自恋，并不愿意听从别人的意见，家里的所有成员都只能去迎合母亲。8名乘客里的视频让观众们觉得是随意拍摄的，给人的感觉是很轻松的，但实际上呢，这些都是策划好的，甚至呢，卢比会让孩子们假装高兴，就像一名演员那样。 Fake being happy. Okay? I don't know if I can right now. 如果孩子不按卢比的说的去做，那他就会暴怒，并且对孩子们动粗。If I hear one more word, get out. 莎莉说，卢比只有在8名乘客里才会是一个好妈妈，也是只有在8名乘客里，家庭才是幸福的，而实际上的家庭幸福已经越来越远了。莎莉长大之后呢，越来越不愿意去配合，妈妈卢比就开始付钱给她。按莎莉的说法，她和妈妈卢比之间的关系更像是雇佣关系。卢比利用莎莉来赚钱，这些呢都让莎莉觉得这里已经没有了家的感觉。另外呢，家里的大儿子查德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不想被控制，特别讨厌母亲给他安排的广告拍摄。8名乘客就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蓬勃发展，直到卢比发布了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影片。在一部视频里面，6岁的小女儿忘记了带午饭，幼儿园的老师发来消息询问能不能给送一份午饭过去，而卢比在视频当中说，小女儿已经长大到可以自己准备午饭了，既然她忘了，那就让她饿着吧。还有一次，在2020年的5月份，在一段视频里面，大儿子查德随口说道，由于他的叛逆和不听话，他被卢比惩罚睡地下室，因为地下室里没有床，只能睡在豆袋上面，而且呢，他已经在豆袋上面睡了7个月的时间。Taken away for 7 months and then you give it back like a couple weeks ago. I don't think our viewers know that. You've been sleeping on a beanbag. I've been sleeping on a beanbag since October. You think it's funny because And then I walk out and if you think it's funny, then that was 7 months ago. Maybe you need longer without a bedroom. it was not fun. 视频中的母亲卢比啊，却认为这只是对孩子们的小小的惩罚而已，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还有一期视频啊，8岁的小儿子将袜子落在了这个花园里面，卢比呢就大声让他捡回来，并且让8岁的儿子做10个俯卧撑。视频当中呢，8岁的儿子是一脸的茫然。卢比自认为这些都是成功的育儿方式，但是呢，粉丝们并不买账啊，纷纷留言，甚至有人举报说他是在虐待儿童。8名乘客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广告商们呢也纷纷和8名乘客划清关系。卢比从育儿的榜样变成了人们谩骂的对象，换句话说，他的这个频道完蛋了。按说呢，有了这次打击，卢比应该是反省一下自己啊。然而呢，卢比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Now I am very aware of people online who hate me, who would like to cancel me, who would like to see me either burn in hell, as I have told, or disappear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I'm not going anywhere. 而且呢，他还走出了最烂的一步棋，他和一位具有邪教气质的乔迪走在了一起，也就是这个乔迪让卢比一条道走到黑。Hello and welcome to Connections. I'm Jody Hildebrandt and I'm Ruby Frankie. 50岁的乔迪自称是一名心理专家啊，主要是修复家庭关系。然而乔迪自己却离婚并且单身。乔迪曾经因为泄露客户的隐私被吊销执照18个月，他还被很多的他的前客户投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烂人。正是乔迪的建议之下，查德才被罚睡在豆袋上7个月的时间。也是在乔迪的建议之下，卢比将自己的丈夫赶出了家门。乔迪办的这些事儿可以看出啊，他简直就是破坏家庭的专家。2021年8月份，乔迪搬进了卢比的家里，原因呢更是离谱啊！乔迪说自己被恶魔给附身了，而卢比担心他，所以让乔迪搬进了卢比自己的家里。同时，卢比还在乔迪的建议之下，将自己的丈夫凯文给赶出家门。
2022年，卢比和乔迪一起创建了新的频道，教别人如何教育孩子。从那以后呢，丈夫被赶走了，家里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也离开了家，从此不再和母亲卢比联系。家里呢就只剩下了最小的4个孩子，他们不再去上学，邻居们呢也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这4个孩子了。直到小儿子逃了出来，找到邻居报警，人们才知道孩子们被囚禁了。警察找到了卢比的日记，日记里呢给出了他虐待孩子们的理由，非常的让人无语。在乔迪和卢比看来呢，只要孩子不听话就是被恶魔附身了，就要通过惩罚的方式来给孩子驱魔。日记里详细的描述了卢比是如何惩罚2个年幼的孩子的。他会逼迫2个孩子长时间的暴晒，要求他们在弹跳床上不停的跳，将他们的头按在水里，3天不给饭吃。女儿呢还被剃了光头，让2个孩子睡硬木板，还把他们赶到了沙漠里跑步，用辣椒和蜂蜜的混合物来涂抹在孩子的伤口上。卢比认为这些呢都是为了2个孩子驱魔，是为孩子好。直到小儿子无法忍受了，找机会逃跑报警。警方后来确定呢，只有这2个年纪最小的2个孩子被关在了乔迪家里虐待，其他的2个孩子在邻居的家里被找到了。2023年12月，案件进入了庭审阶段。法庭上，卢比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乔迪的身上。他说自己是被乔迪精神控制，他很后悔等等等等。而乔迪呢，知道自己是无法脱罪的，承认自己参与和虐待儿童的行为。他还说自己是非常爱这些孩子的，担心孩子们的心理健康。2个孩子被虐待的皮包骨头，瘦弱成那个样子，乔迪在法庭上却说自己爱孩子，简直就是胡扯。最终2个人都被判了4年到30年的监禁。2025年2月27日，根据这个案件呢，拍摄了纪录片《家中的恶魔》。大女儿莎莉在纪录片当中说，家庭视频毁了她的童年，并且呼吁禁止家庭视频博客。她写的书《妈妈的房子》也成为了畅销书。这个案件最让人意外的是呢，教别人怎么去养孩子的母亲，竟然将自己的孩子虐待成那个样子，这可是亲妈呀，真的是太残忍了。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愿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爱和关怀当中成长，免受伤害，拥有幸福的童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